穿越成穷酸宫妃，吃3天咸菜米汤后，我悟了，争宠不如搞钱，给宫妃们做美甲赚得金钗满盒珠宝成山，就是不小心拉了个侍卫入伙，后来才知道这侍卫是微服私访的皇上。现在皇上求我，爱妃借点钱赈灾，我给你当员工要点分成不过分吧？我穿越了，和小说女主对待穿越的看法不同。此时我真想双手叉腰仰天狂笑，前一秒还是天天加班的卑微社畜，下一秒就成了后宫的娘娘，这落差谁懂啊？不行，不能笑，万一笑醒了，我的荣华富贵梦就破了。身边宫婢秋月告诉我，娘娘咱们宫里已经吃了3天咸菜米汤了。我当场以头抢地，还有比我更惨的娘娘吗？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边晒太阳边琢磨未来的生存之道。本身叫曲流婉，父亲是监察御史，可他是庶出，从小到大缺衣少食，还一直是嫡女的洗脚婢。进宫后也不受宠，连皇上面都没见过一次。争宠相貌还行，但才艺半点没有，这条路肯定走不通。我迷迷糊糊差点睡过去，被秋月晃醒，娘娘不好了，云贵人来了。我猛地惊醒云贵人，后宫风头正盛的宠妃，还是原身的嫡姐。她一进门，身边宫婢就冲上来厉声喊：大胆见了贵人还不行礼！我敷衍屈膝，心里把破宫规骂了个遍。再看云贵人一身华衣锦服，身边宫女又是撑伞又是包水果，可恶，这才是正宫娘娘该有的排场。反观我宫里就只有秋月一个人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还不过来给本宫捶腿。云贵人丹凤眼睨着我，我刚上前，她突然抬手炫耀着她手指上皇上新赐下的东珠戒指。我脑中灵光一闪，急忙攥住她的手，脑子飞速一转，姐姐您这美甲颜色太普通了，妹妹有办法让它变好看，保准皇上见了夸您。云贵人一听面带怀疑，那你来给本宫弄，弄不好本宫拿你是问，这可是我的老本行。我要了1刻钟的准备时间，拉着秋月去厨房捣鼓，很快就在秋月的目瞪口呆中搞定了材料，把瓶瓶罐罐摆在云贵人面前。她不放心让我先给身边的宫婢做，修行清洁底胶底色晕染装饰封层，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漂亮的美甲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云贵人急着让我给她做更亮眼的款式，做完后翘着兰花指满意的欣赏着。我走上前假装为难，姐姐，这些材料可是花了100两银子，您看这急什么？本宫稍后命人赏你几只金钗。云贵人喜滋滋的离开了，我眉开眼笑，人傻钱多的主就是好骗，弄虚作假成本也就1两银子吧。一道清朗的声音从树后传来，我回头一看，是个穿压青色长衫的侍卫，看着气度不凡，我心中咯噔一声。做生意最怕的就是遇到懂行的拆台，换做前世，我肯定问候他18辈祖宗，可现在在后宫还是算了吧，打不过就拉他入伙。我凑上去露出真诚的小眼神，行家啊，我这手艺能赚不少，要不要加入我给你提成？1月下来少不了1800两，比你当侍卫赚钱多了。他一脸不可置信，那不断多用的嘴角出卖了他内心的惊讶。我知道他肯定是被震惊到了，7800两啊！我为了给他画这个饼，也是拼了老命了。随后了然一笑，请我加入。我搓着手问他名字，他说板栗。好，我的美甲店第2位正式员工到位。第2天一早就传消息，云贵人昨晚侍寝，皇上特意夸了他的美甲好看。这下好了，我那冷清的宫殿瞬间挤满了人，宫妃宫女络绎不绝，全是来做美甲的。我笑得合不拢嘴，这哪是宫妃宫女，分明是行走的银子啊！婉丽和秋月在厨房赶制材料，我在前院按要求做美甲，还搞了新店开张，免费给10位客人做的活动，预约订单堆得比我还高。宫里盐多眼杂，入夜后我就提着灯去后院把银子买起来，可没注意撞上个硬邦邦的东西，仰头一看是板栗，我的小木箱摔在地上，真金白银洒了一地，有个银子还滚到了他脚边。我正想伸手去捡，他却先一步拾起，抬高手臂。他本来就比我高1个头，这下我更够不着了。他漆黑的瞳孔格外闪亮，还笑着逗我。可下一秒他的笑谟地止住了，借着房檐上的宫灯，我好奇地凑近看，银子看着普通，可好像有哪里不对。这是发往黄河赈灾的官银，和普通官银没什么区别，只是皇上为了调查贪污一事，特意在赈灾银上做了标记，多了一个不明显的刻痕。板栗的声音如涓涓清流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暗暗惊讶，这银子出现在宫里，肯定是哪个宫妃的母家贪了饷银送进来的。可是谁呢？板栗又怎么知道这件事？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板栗看银子的眼神有点危险。我刚赚来的银子好像也不安全了。果不其然，他说作为贪污的证据，这些银子我先收了，还补充到我是皇上身边的侍卫，为皇家效命是我的责任，也是这些银子的荣幸。我远方传来风笛，接下来几天，但凡是有印记的银子都被板栗收走了。忍受了我几天幽怨的小眼神，板栗终于良心发现了，你要是可以找出谁带来的银子有这些印记，今晚我就带你出宫。好，我眼前一亮，终于能出宫了。后宫没有皇后，妃位最高的就是云贵妃，其次是贤淑德3妃，再下来就是一个赵美人和我。今天第一个光临的是贤妃，有一个当丞相的爹，看着温温和和的，端地也是雍容端庄的气质。待他在我面前坐下后，他身旁的宫婢打开一直捧着的木盒，足足3排银元宝。我按那
住心中的激动，一口应下他今后所有的美甲。待人走后，我一看所有元宝底下都有印记，板栗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看着这些东西脸上阴沉如墨。好得很啊，朝廷养这些东西就是这么鱼肉百姓的。一股冷气自我背后袭来，哎呀，作为一个侍卫，怎么能操主子的心呢？我恨铁不成钢的白了板栗一眼，成功收获了板栗像看白痴一样的眼神。其他的妃子看的不多，有印记的和没印记的也都参差不齐。眼看没什么客人了，收拾完东西，开始期待着今晚的出宫游玩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娘娘，贤妃流产了！秋月急急忙忙跑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贤妃还有孩子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皇上已经快2个月没光顾后宫了。这贤妃的孩子来的也太引人深思了，该不会是人上眼金枝玉孽了吧？娘娘，关键是贤妃娘娘流产，经御医诊断是指甲里有毒，贤妃娘娘认为是您干的，此时已经跪在皇上寝宫门口，求皇上做主了。我倒吸一口气，今天上午贤妃的确来我这做了美甲。我无措地看着板栗，这人是皇上身边的人，皇上现在不会来找人抓我吧？板栗黑着一张脸，眼神冷冽，悠悠说道：他敢找其他人，还想皇上替他做主，我都替贤妃捏把汗，公然给皇上戴绿帽也是不怕死。可是就算贤妃有错，但他那指甲有毒也是真的，以后口碑受损，我这美甲店还不得生意惨淡。走吧，去太医院问问。我带着秋月往太医院去，板栗似乎有事，离开的有些匆忙。太医院里颇有些人慌马乱的感觉，不少太医忙前忙后，手里抓药的动作也不停歇。我逮住一个胡须花白的老太医问道：太医，这贤妃流产的事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太医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，但无奈我手里的银子实在是太晃眼了。他盯着银子，脸上笑出了一朵菊花。贤妃娘娘误食了甲鱼粉，这类东西普通人可以活络经脉，但怀孕之人误食则有堕胎之弊。给完银子，我又去了贤妃的宫里，贤妃还在皇上那里跪着。此时的宫殿一片寂静，宫婢和太监各司其职。我拉住一个宫婢，还没开口，就被他眼里的敌意吓得悻悻闭嘴。好吧，我目前还是个嫌疑犯。圣旨道。太监尖细的嗓音打破沉默，奉皇上口谕，让屈美人早日查明真相，给贤妃娘娘一个交代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跪下领旨。这圣旨来的正是时候，差点涕泪横流。皇上竟如此信任我，实在是心地善良。被戴了绿帽还不忘记给我撑伞，让我不禁对这素未谋面的皇上有了点好感。咱也是阔气了，居然奉旨查案。我底气十足地踏进了贤妃的宫里，召来了贴身侍奉贤妃的宫婢，说道：你说说贤妃今日干了什么？和云贵妃、淑妃娘娘、德妃娘娘推牌酒。那宫婢低着头，悄悄瞥了我一眼，又补充了句，然后去御膳房订了几份私厨菜。我赶紧说道：下次什么时候有牌局啊？叫我一声。随后传来了御膳房送菜的小莲，小莲一进门就申冤：奴婢冤枉啊，奴婢只是送菜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清清嗓子：那你送菜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吗？小福子奴婢和他聊了2句，小福子是宁贵妃身边的人，等我找人去传话的时候，小福子已经被人掐死在枯井里了。我心里了然，这宁贵妃无疑是和贤妃有私怨，以前贤妃肯定是做了什么惹了宁贵妃，宁贵妃无意得知贤妃怀孕，知道那不是皇上的孩子，害她流产，然后把消息散出去，让皇上知道贤妃给她戴绿帽，皇上就必定会惩罚贤妃，而宁贵妃自己也不会有什么事，伸个懒腰没我什么事了。哎，要是这后宫的女子要是都学我赚钱搞事业，哪还有勾心斗角哦？快一天，我忙不迭地回宫里掏温泉。自从搞了美甲后，日子就越来越好了，只要悄悄给御膳房的人塞点银子，人家就恭恭敬敬的，双手捧着一盘盘山珍海味端上来，吃穿用度也都是丢丢银子，马上就给你送来最好的料子，真正意义上的衣食无忧啊！我在温泉里面搅动水花，满心欢喜，比起前世当牛马的日子，简直不要太好。这温泉真舒服啊！穿好衣服带你出宫。板栗突然从外面进来，站在屏风后，面朝我甩了一套粗布衣裳。啊！我被这天外飞物的出现吓得脚一滑，直接坐在池子里，屁股生疼，还被迫闷了口洗澡水。板栗听见我那惨叫，还以为我出事，越过屏风就奔过来，场面突然凝滞。你个女人休想色诱我！穿好衣服滚出来！板栗闭着眼，活脱脱像个被调戏的良家少男，耳朵红的滴血，大步往外走。我看看自己只露了香肩以及下面的谁来告诉本宫，这水怎么这么浅？纵然我是来自21世纪的开放少女，也不禁开始羞涩了，浑身不自在。毕竟我是宫妃，她是侍卫，该不会我也要跟她演上一出金枝玉孽吧？不要啊，这衣食无忧的日子我还没过够呢。不过偷偷的跑出宫，皇上应该不知道的吧？毕竟我只是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卡拉米美人。换好衣服后，俨然是个小厮打扮，我慢吞吞的跟在板栗身后。历经刚才一事，一靠近板栗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把板栗当成皇上身边有点美色的侍卫。仔细一看，这侍卫的脸可真是人间绝色，五官俊俏，剑眉星目，下颔线利落，身形颀长。当侍卫可惜了，放我那个世界，这不妥妥的顶流大帅哥啊！然而此刻在皇宫的某一角，我纠结的低头看着眼前的狗洞。板栗说这是出皇宫的唯一途径，否则宫妃出宫是需要皇上审批公文的。钻就钻吧，为了出宫玩，老娘我豁出去了。等我好不容易钻出来，打算看看板栗这个大高个钻狗洞时，结果只见他施展轻功，踮脚轻轻一跃，直接就跃出宫墙了。我服了你个老六，有轻功不早说，出宫
中就是不一样，呼吸都顺畅了不少。大齐有夜市，许多店家门口都挂着灯笼揽客，来往商贩络绎不绝，街头巷尾到处是吆喝声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比肩计种。我和板栗边吃边逛，多日来辛苦赚来的银子，终于有了值得的归宿。选了个路边摊，来点烧烤，再来碗酒酿丸子，手里还拿着一串冰糖葫芦。板栗也难得沾染了烟火气，眉眼温柔了不少。来一口，我将糖葫芦递到板栗嘴边，板栗看着我，轻轻地咬走了一个，酸甜的滋味在嘴里化开。他的眼睛享受的微眯，像夜族的猫。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东西该传进宫里来。我怜悯了一秒，这孩子一看就是家境贫苦，被迫进宫的，于是得意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，等会儿跟着姐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。板栗没躲开，目光深邃地看着我，眼里映着璀璨灯火。我忍不住伸手附上去，手里逐渐传来温热。板栗的眼睫毛弄得手心痒痒的，心也痒痒的。接下来我们走到了一处清风楼的酒楼，楼上的姑娘们正花枝招展地甩着长袖，娇滴滴的吆喝：“快来啊，客官！”我探着头正要走进去瞧瞧古代的青楼是什么样，结果肩膀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撞了下，随即身子一旋，被板栗结实的手臂揽住护在怀里。谁呀，不长眼！我从板栗的怀里探出头嘀咕道：“不认识。”但这个男人一来，青楼里的老鸨像看见摇钱树一样，笑得脸都烂了。老爷您可算来了，我们的花魁宝宝等你好久了。板栗扫了眼面前的中年男人，皱眉看着我：“你爹不认识？”我呵呵呵的笑，好尬呀，鞋子快扣坏了。天地可见，原来原主的爹长这么肥头大耳，那他的女儿长得多少有点改变基因了。半晌我悻悻说道：“你信不信他都不知道他是我爹？御史府妻妾成群宠都宠不过来，要不然原主也不可能当了10几年的洗脚婢也不闻不问。”板栗没多问，御史逛青楼可是大罪。我们两人对视一眼，默契地跟了进去，选了个我那所谓的爹旁边的隔间。我将屏风用拆子戳出个洞，招手让板栗过来偷听。习武之人耳聪目明，这些自然不在话下。板栗端起杯茶，慢条斯理地喝了起来。只见隔壁房间又来了几个人，每个人怀里都躺了个穿着暴露的姑娘，喝酒喝得面红耳赤，手上还不忘在姑娘们的腿上开把油。美酒美人，惬意人生。你别说，你还怎别说，看着自家老爹逛青楼，真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，看得我暗暗咂舌。几个老东西府里府气的，一个鹰隼眼的老头开口道：“前几天那批赈灾银两可能有问题，这几天皇上明升暗贬了些我们身边的人，这怕是皇上要有什么大动作了。”只见我爹轻蔑地瞥了他一眼，不当回事。你越小心越容易露出把柄，怕什么一个少年皇帝？真以为自己能处置了我们这些大臣不成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老王，以我们的身份，皇上就算想动也得3思2后行。老王你就是太胆小，你看你天天被你家那个婆娘管得束手束脚的，就是是男人就爷们起来。来喝酒得吧，蠢得不忍直视。皇上没动不代表不敢动，古代做皇帝的哪个也是心狠手辣的主吗？在我印象里，当今皇上顾行之勤政爱民，是个不可多得的明君。”这样想着，我转身坐在板栗对面，眼睛一顺不顺地看着他。这群人一看平时就没少谈，皇上为什么一直没动静？蛇鼠一窝，打蛇自然要打7寸，要是动就得动得干净利落，将他们连根拔起。板栗的长指摩挲着茶杯沿儿，一圈又一圈，眼里多了点我看不懂的深意。问题不大，我叫来店小二，点了一些招牌菜和一坛桃花酿，不多时上来了满满的一桌菜，色香味俱全。我摸摸肚子，觉得自己又行了。干饭。板栗嫌弃地说道：“小心撑死。”我自顾自地握了个鸡腿，用油腻的手倒了杯桃花酿，喝了一口后咂巴嘴，又给自己灌了几杯，有点甜，于是嘿嘿地笑道：“板栗，快尝尝桃花酿，超级好喝。”几杯下肚，我摇摇脑袋，微醺朦胧，不知是无奈还是别的。板栗看着我，唇边似乎漾着笑意，很是温情。我大概是醉了吧，他一个侍卫居然敢对皇帝的宫妃露出温情的眼神，不想活了。我起身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站在板栗面前，色眯眯地挑起他的下巴，左看一眼右看一眼，借着醉意袒露真心。板栗，从了我吧，姐以后肯定能赚大钱，然后养很多小白脸，但恐怕再也遇不到你这般角色了。啧，这张脸要不是我的委实可惜了，大不了我花点钱从皇上那里为他赎身。我心中想着，再下身子金贵，就怕娘娘养不起。板栗边说着，那张俊脸在我眼前被放大，鼻息间的热气交织，语气有些危险。一聊2秒时间仿佛静止，在唇齿即将相交之际，我错开了，阴阳怪气的，我的脸疼得发烫。为了掩饰尴尬，我退一步后扯开嗓门喊道：“笑话，你在金贵能有皇上金贵吗？”这次真的安静了，某个敏感词一出来，隔壁连推杯换盏的声音都没了。完了！板栗果断结账，拖着我往外走，还不忘冷声吐出2个字：“蠢货。”我自知闯祸，瞬间酒就醒了一半。星辰月落叶已渐深，街上店肆关了一半，周围略显安静的环境，仿佛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突然来了一群蒙面黑衣人将我们包围，二话不说直接招呼过来。板栗冷凝着脸，手臂紧紧环住我的腰间，腹背受敌。刀光剑影之间，板栗无暇顾及我，我被迫四处闪躲。几番打斗下来，我看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我，而是板栗。别
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和他不认识，救命！我不懂他们为何对一个侍卫如此执着，不管怎样先溜再说。于是，一点点退出包围圈。板栗力不从心，瞥见我想逃走，淡定地对我说了句：“后院左数第3棵树，那是我埋银子的地方。”可恶，被他给拿捏了。于是我慌乱之中抄起身后一个店家摆在外面的木椅，猛地砸向黑衣人。其他几个黑衣人看我帮忙，于是提着刀朝我靠近，我吓得血液倒流，紧闭双眼，用一股蛮力抓着身边的东西挡我面前。刺啦，利器刺进血肉的声音传来，一股血腥味弥漫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缓缓睁开眼，正好对上板栗那张因为疼痛使劲抽搐的脸。不过随手一抓，没想到是板栗。板栗咬牙切齿地捂着伤口，一字一顿道去留碗。看着那股股喷涌的鲜血，我腿脚发软。后来一批穿着铠甲的侍卫冲上来，将黑衣人绞杀完后，其中一位领头的接过倒在我怀里的板栗，担忧地说道：“皇上，属下马上送你回宫。”看着板栗在侍卫怀里晕倒之前，还不忘递给我一个你凉了的眼神，盆凉水从头浇到尾。好消息，我被刺杀了，毫发无伤；坏消息，我拿皇上挡刀了。我的个娘嘞，这消息可太坏了！我脑子一团浆糊，连什么时候被人送回了宫里都不知道。秋月站在宫殿门口，看见我就迎了上来：“小姐，刚刚宫里都在传皇上刚刚遇刺了，板栗就是皇上。秋月，全部收拾东西吧，明天就该搬去冷宫了。”我想起板栗不对，皇上那个眼神瑟瑟发抖。或许我现在就应该先去冷宫待着，这样皇上可能会看在我主动领罚的份上饶了一条小命。秋月不可置信，毕竟自打跟我进宫，他也没见过皇上。那皇上没事吧？我心间一颤，脊背一阵阵阴风，仰着头，眼角滑下一滴泪。他没事，只不过我死定了。别人是替皇上挡刀，我是拿皇上挡了一刀。等一天等到的消息都是皇上上早朝了，皇上吃午膳了，皇上去了御花园，皇上去了马场，还是没等到打发我去冷宫的圣旨，喜忧参半吧。直到临睡前，皇上身边的福公公突然过来传旨，皇上宣娶美人过去侍寝。宫里涌入一群宫女，火速为我沐浴宽衣，裹上一层薄纱，就把我塞进轿辇往皇上的寝宫送。一群人像架犯人一样把我架到寝殿里跪着，我颤巍巍地捂着，勉强称之为衣上的一丁点布料。宫殿里长烛高照，一片通明，我低着头，眼睛不敢乱看，唯恐这人气还没消拿我开罪。凳前的桌案上，皇上搁下审批的奏折：“去留晚，咱们来算算你今日犯的错吧。臣妾无心之举，还请皇上明察。”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，冷汗涔涔。你知道慎刑司都是怎么处置有罪之人的吗？剥皮抽筋，断手断脚下，油锅里炸。这人每说出一个，我的身子就跟着抖，快抖成筛糠了，反正都要死，不管3七21。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冲到皇上面前就把他耳朵往死里拽。顾行之老娘不就是拿你挡了刀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屁事没有，还慎刑司？松手！顾行之疼得差点飙泪。拘留完你以下犯上，朕要诛你9族。我啐了一口，拧得更狠了。Who care who？ 松开，松开！你衣服垮了。顾行之眼角余光下移，随后又立马移开。我低头一看，气势息了，刚刚动作幅度太大，都忘了我只裹着的一层纱。顾行之捂着通红的耳朵叹了口气：“朕吓唬你的，今晚找你来是为了借钱。怎么借？借多少？”一听借钱，我警惕起来，这哪是借钱，这是借我的命啊！顾行之细细道来：“这半年大齐天灾不断，先是黄河决堤，再是蝗灾侵袭，国库的银子接连不断送往灾区，一层层摊下去，到灾区时已寥寥无几。就算要查，也需要10日，但百姓等不了了。”顾行之祈求地看着我：“爱妃，今后朕拿私房钱给你投资，要点分成不过分吧？”我欲哭无泪大咩。话是这么说，钱还是借了。暂且不论他收走的那些银子，堂堂的大齐皇上也在我手下打了几天工，这事说出去也足够吹嘘几个月了。第二天一早醒来后，身侧的人已经不见了，床榻只剩余温。我又被轿辇抬回了自己宫。刚一落座，秋月殷勤地捶着我的腿问我：“娘娘，咱们这是不是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？皇上2个月不来后宫，一来就临幸了您。”我嗑着瓜子含糊说道：“收拾东西，今天开工。娘娘，我们都有生宠了，还要做美甲啊！”秋月啧舌：“就是妹妹金个别做美甲了，我们打牌去。”淑妃、德妃、赵美人几人扭着楚腰走进来，3缺1，我眼前一亮，走。自从来了这后宫，牌都摸不着，实在无趣。于是我们4人在御花园找了个凉亭，边打牌边唠嗑。自从贤妃和云贵妃关禁闭后，就一直差一个人，我们3人就想来找你的。赵美人说道。德妃好奇看着我，听说你昨晚去侍寝了，怎么样？那个老六是不是又抓你，摆了一晚上的妖姬？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但是直觉好像不是什么单纯的话。哎呀，就皇上啊，喊我们去侍寝，其实也就是聊天喝茶下棋。淑妃推了我一把，催我出牌，心里有点安慰，起码顾行之这家伙还让我睡了一觉。7月流火，9月授衣，一阵秋风送走了夏季的酷热，残荷落败在池塘中。我懒洋洋地卧躺在贵妃榻上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懒得使。娘娘奴婢算算日子，明个儿就是您生辰了。秋月凑到我身边，声音里满是兴奋，手里还攥着个小账本，像是在盘算着什么。秋日白昼漫长，本就容易昏昏欲睡，我正迷迷糊糊间被这句话猛地唤醒，瞬间没了困意，想起前些天和淑妃、德妃、赵美人打牌时聊起的生辰赏赐。淑妃说她生辰那天，顾行之送了整整1箱黄金，搬回宫里时差点压垮了门槛。德妃笑着摆手说自己没那么俗气，皇上赏了2箱白银，够他宫里的人用好几年。赵美人虽只得了几套珠光宝气的首饰，却也引得其他宫妃羡慕了好久。3人还打趣顾行之俗气，送的全是些阿堵之物。可我听得眼睛都亮了，俗气怎么了？我就喜欢这些俗气的，黄金白银珠
珠宝玉石，哪样不比虚头巴脑的恩宠实在？当天下午，顾行之身边的小太监就来传旨，说皇上今夜要驾临我的宫殿，特意为我庆生。我越发觉得肯定有惊喜，嘴角咧得收不拢，心里疯狂期待着晚上的到来，连给宫妃做美甲时都忍不住哼起了小曲。傍晚时分，顾行之身边的福公公就过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娘娘，皇上让奴才带您去个地方，说是有惊喜要给您。”我急忙点头，刚应下来，眼睛就被人用黑布罩住，一双温热的手牵着我往外走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等人站定后，黑布被轻轻取下，我看着面前满满当当摆着的瓶瓶罐罐，瞬间愣住了。顾行之慢慢走到我面前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：“爱妃，这是朕费尽心思为你寻来的假胶，效果比之前的那几款都好。爱妃生辰快乐，希望你以后的美甲生意越来越火爆。”我看着眼前的假胶，心里有点火，还有点委屈，眼眶瞬间红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不要命地砸下来。别人过生日都是黄金白银、珠宝玉石，凭什么我就只有一瓶瓶假胶？顾行之，你坏蛋！福公公在一旁急得冒汗，连忙解释：“娘娘，这可是皇上亲自盯着研制的假胶，您瞧，还在奴才手上试了一遍呢。”说着还伸出自己的手，指甲上还留着新做的美甲，蹭亮蹭亮的。别再互相折磨。我看着更堵得慌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转身就要离开，结果刚走2步就被眼前的一幕晃瞎了眼。不远处枝繁叶茂的树上点缀着一颗颗小巧的灯球，每颗灯球上都写满了祈福的字，字迹遒劲有力，一看就是顾行之的风格。顾行之快步上前，握住我的手，把一把小巧的银剪子塞到我手里，轻声说：“每剪一刀，就有一颗灯球放飞。”我握着剪子，轻轻剪断系着灯球的绳子，瞬间一盏盏灯球缓缓升空，暖黄色的光在夜空中散开，把整个院子都照亮了。一双手轻轻替我擦拭掉脸上的泪痕，还顺势轻轻刮了下我的鼻子。哭什么？朕才不会让你失望，语气里带着怜惜，还藏着几分宠溺。我望着漫天灯火，彻底看呆了，身子不自觉地被顾行之抱在怀里。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块玉佩，质地温润，还带着他身上的体温。我娇羞地埋首在他怀里，不敢抬头看他。婉婉，我不曾喜欢过人。顾行之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没再自称朕用的是我。我现在承认对你心动了，我不会强迫你，要是你对我有点感觉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话里行间满是真情实意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颈间，我感觉自己像只熟透的鸭子，浑身发烫。恍惚间，我轻轻点了点头。这后宫的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临近年关了。寒冬腊月，雪铺了一层又一层，把宫墙树枝都裹成了白色，只有红梅在寒风中绽放，散着淡淡的香气。后宫里一片祥和，每棵树上都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红灯笼，灯笼下面系着银色的铃铛，风一吹就发出叮叮当当的轻响，格外热闹。我看着满宫的年味，第一次有些感慨，这还是我穿越过来，在这后宫过的第一个年。这段时间日子过得也算顺心，平日里做美甲，和姐妹们打牌，偶尔还能跟着顾行之出宫逛逛。除了顾行之总爱来我宫里蹭吃蹭喝还蹭床之外，也算是万事顺心了。新年快乐小晚，一大早淑妃德妃赵美人就带着几个宫婢来了。为了应年关的气氛，他们都换上了正红色的宫装，连身边的宫女都穿着红色的衣裳，一眼望去，满殿都是喜庆的颜色。听说了吗，姐妹们？贤妃被放出宫了。淑妃一坐下就开始分享八卦，她平日里最是消息灵通，宫里的秘闻前朝的就没有她不知道的。我们都愣了愣。贤妃的母家因为贪污事迹败露被抄了家，按规矩她本该被关进冷宫，怎么会被放出去？淑妃继续说道，听说是贤妃自己求皇上的，她说早些年就有心上人了，当初进宫也是被逼的，希望皇上能成全她，皇上大概是出于怜悯吧，就同意让她出宫了。众人听后都一阵唏嘘，刚进宫的时候谁不是想着能得宠能往上爬，可待得久了才知道自由有多可贵。贤妃能出宫去找心上人，也算是个不错的结局了。这个小婉还不知道吧，我们在皇宫西南角那里挖了个狗洞，可以悄悄出宫哦。赵美人凑到我身边，眼里透着狡黠，眨了眨眼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在分享什么天大的秘密。德妃和淑妃也颇为得意地看着我，等着看我惊喜的表情。我想起那段记忆犹新的出宫经历，忍不住在心里偷笑。原来那狗洞是他们挖的，我能说我不仅知道还钻过吗？而且顾行之也知道，只是他没戳破，还陪我一起演了场钻狗洞的戏。不过看着他们傻乎乎被蒙在鼓里的样子，我没忍心戳破，故意装作惊喜的样子。真的吗？那我们过几天找个机会一起出去逛逛夜市好不好？他们立马点头，叽叽喳喳地讨论起要去吃什么玩什么，满殿都是欢声笑语。晚上皇宫里设了宫廷宴会，皇上要宴请大臣及其家属，规矩繁多，就算再热闹也未必能吃好饭。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，一起去找顾行之申请不去宴会。在我的宫里摆了一桌简单的家宴，几个人围坐在小桌旁，吃着火锅，喝着果酒，不用拘着宫规，不用应付旁人，热热闹闹的，比宫里的大宴会自在多了。风拂过窗棂，外面的朗空上挂着星星，一闪一闪的。顾行之不出意外的推开了我宫殿的门，他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龙袍，大概是在前面的宴会上喝了酒，脸上还有淡淡的红晕，少了平日里的威严，多了些慵懒的随和。他身上裹挟着屋外的冷风，眼神却浸着笑意，走到我身边，伸手牵住我的手。晚晚外面在放烟火，我们出去看看。他的嗓音带着酒后的暗哑，听得我心间发痒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我第一次主动的过去拉住他的衣袖，刚走了2步就被他一把抱起，甩
彩绣往外走去，还好今天是年关，皇宫里除了巡逻的侍卫，没什么人当差，要不然被人看到，皇上抱着我在宫里走，明天指不定会传出什么闲话。走到宫墙边，正好赶上第一簇烟花升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极尽绽开，金的、银的、粉的、紫的，把天地一瞬间照得亮如白昼。顾行之侧过头，眼神熠熠生辉，映着漫天烟火，脸如冠玉俊秀屹立。婉婉，我想亲你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闭上了眼睛，在他的唇上轻啄了一下，再一睁眼四目相对，只觉得心像被烟花炸开了一样，砰砰砰的跳个不停。烟火散尽后，我又被他抱回了寝宫。我们平躺在床上，看着床顶的纱帐，我忽然想起白天和德妃他们聊的八卦，随手捻起顾行之的一缕青丝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宽容啊？贤妃想出宫就出宫，德妃他们在宫里打牌挖狗洞出宫，你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”顾行之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，沉默了几秒才回答：“他们不过是世家送进宫的筹码罢了，心里根本不想争宠，也不想参与后宫的勾心斗角，认为一视同仁。既是感谢他们陪了朕这10几年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在宫里顺遂无虞，活得自在些。”他顿了顿，忽然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多了点嘲讽：“不过贤妃那是朕是故意的，他以为的那个心上人，早些年就因为吃喝嫖赌，把家产败光了，现在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。他这后半生恐怕还不如在宫里过得好。”我心里一阵惋惜，贤妃也是个可怜人，错把假意当真情，就算皇上放他出宫，也未必能得到他想要的幸福。正想着天旋地转之间，顾行之翻身附在我身上，眼神里满是势在必得。不说他们了，婉婉，我想要你。不等我回答，他的牙尖轻轻在我耳尖上咬了一下，像是在发出信号。我心跳如鼓，没有拒绝，只是轻轻环住了他的脖子，默认了他的动作。床围缓缓垂下，芙蓉帐暖一室生香。后来顾行之又提了好几次要封我为皇后，都被我拒绝了。皇后要打理后宫，要陪皇上处理朝政，要应付前朝的大臣，实在太累了。我可不想给自己找罪受，我还是那个屈美人，平日里做做美甲，和姐妹们打打牌，偶尔出宫逛逛街，外加一条夜夜侍寝。没错，皇上就独宠我一人，这样的日子可比当皇后自在多了。